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今天我们要上什么课程呢？今天我们要上不锈钢产业里面的长条钢。那我们今天在讲不锈钢的长条钢的部分呢，我们会特别开始介绍说，在不锈钢长条钢业的龙头就是华兴公司。那我们接下去来看一下长条钢部分的龙头华兴。首先呢，我们在讲不锈钢产业这个地方讲到华兴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产业做一个流程图的介绍。那你说Judy 又好复杂又这么多，大家我们看重点就好了哈。之前有在介绍，包括了碳钢里面的长条钢跟不锈钢里面的长条钢，它都有个特色，就是说在生产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用电炉生产。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在长条钢这边的生产主要是以华兴为基础呢？大家记得吗？我们在不锈钢介绍平板钢的时候主要的那个龙头业者代表是在叶联这个地方。可是在长条钢这个地方呢，如果以产能来看的话，华兴这个地方会相对规模会比叶兴这个地方规模要来的大一点。所以说在所谓的不锈钢的条钢业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以华兴马首是瞻。那华兴呢，最近股价非常强势。那很多人也有个疑问说，这么老牌的公司，原来是做电线电缆的，那什么样的原因让它股价变成这么活络呢？最主要有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过去在介绍不锈钢生产的时候，有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把一些镍一些铬丢到了电炉里面去生产。那大家也知道，镍这个地方呢，价格波动很大，就会去影响不锈钢业者的获利。那可是呢，近年来发现就是说，也可以从镍生铁里面去把镍海炼出来。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如果用镍生铁的方式去炼出镍的话，那它的成分呢，就是说可以提炼15%以下的镍生铁。然后这样提炼出来以后，我们一样可以丢到电炉里面，然后去做不锈钢。也就是说，它提炼的纯度会比较低，但是它一样可以做成不锈钢。那在华兴这家公司呢，因为它有跟一家大陆的厂商在合作，所以有去生产这个镍生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原物料不是有战争的因素，有个暴涨的部分。那华兴这家公司就是因为它控制的原料的部分，所以使它的利润这个地方空间变大了，所以让它获利特别突出。好，那我们知道整个大概的不锈钢的产业流程以后，那在长条钢这个地方我们来介绍，不管是碳钢或长条钢来讲话，讲简单一点，就是说用它的外形区分。它是外形是长条柱状的钢品，就叫长条钢。所以呢，台湾目前长条钢的产业状况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就用电炉炼钢不锈钢的部分，有包括了叶联、唐龙跟华兴。不过这两家叶联跟唐龙这个地方呢，它都是以平板系列产品比较多。那华兴的主力呢，就是在条钢这个地方。那你说条钢能够做些什么东西呢？条钢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做成盘圆跟线材。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叶联这个地方呢，它是生产出小钢坯，就交给它的相关的公司，就是叶兴这个地方去做盘圆。那华兴这个地方呢，是生产完小钢坯以后，接下去做盘圆，然后接下去呢，盘圆再把它抽细一点，就叫线材。那线材呢，再把它去做成所谓的螺丝螺帽，那相关的厂商就在这个地方。不过我们今天只锁定华兴一家所以我们先做华兴的基本面分析，做个介绍。那在华兴这家公司呢，它现在过去它是以电线电缆为主的，我们后面会去慢慢讲，就是说它已经把重心移到不锈钢部门。那什么叫资源事业部呢？刚刚我已经有讲过，就是说上游的部分它用镍生铁的部分去提炼它的原料镍，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跟原料有关的，它都放在所谓的资源事业部。那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华兴它是一个控股公司，有转投资非常多的电子业，像华邦华兴科华东彩晶汉语这些公司。那所以说你看它的获利部分就可以分作这些1、2、3、4。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华兴就已经把它大陆的电线电缆业这个地方做一个处分的动作。那我们就可以去看红色的，就是它的所谓的电线电缆的部分，然后你可以去
看一下它的变化。然后你发现蓝色的部分就是它的不锈钢的部分，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不锈钢占的整个公司营收的比重会越来越大？那浅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资源事业部。所以你可以发现2019年它处分掉大陆的电信电缆公司以后，2022年开始不锈钢就成为它的主力。刚好2021年的时候镍价飙涨，然后它又整合的它的上游的部分，所以它的上游原料这个地方掌控得宜，那获利就整个出来了。那到了2023年到2024年以后，它又开始陆续的跟过去的合作厂商在陆续投资上游的部分。那它这个上游另外的部分要投资一个叫冰镍。那冰镍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是可以做成下游电动车的电池上游原料的部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华兴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呢，跟现在的产业都可以接在一起。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成为它股价上涨最主要的动力。看一下不锈钢已经成为华兴营收最主要的部分。那我们用镍价跟它不锈钢的那个盈利率做一个比较的部分，我们发现就是说，它上游这个地方整合投资镍生铁这个地方可以提炼出镍，然后生产不锈钢以后，它的盈利率在纯粹不锈钢部门的部分的盈利率已经明显做一个提升。也就是说，它的策略是对的，整合上游这个地方会使它整个不锈钢部门的获利往上明显做一个提升。那至于2022年这个地方，因为它只统计到第3季的数字。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它的财报分析。这个我想我们每集都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衡量财报的话，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就股东权益报酬率，它可以分2个部分。一个呢，我们直接用税后净利的部分去除以股东权益的部分，就可以算出所谓的 ROE。那另外呢，是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拆成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还有权益乘数，去分析这家公司的 ROE 它是由哪一个结构创造比较多。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华兴的年报的部分，我们会发现它的 ROE 的部分就是像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说2019年这个地方在处分整个电线电缆传统的部分，这个地方整个获利就是仰仗不锈钢以后，慢慢的往上做一个整合的动作 ，ROE 往上成长，那获利的部分也是往上成长，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变动的幅度比较不大。接下去我们再看它的季报，季报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它的毛利率、盈余率。税后纯益率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发现，就是说，它税后纯益率这个地方相对比较高。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说过，它是一个集团，所以它有很多的转投资公司，还有一些海外的厂，这个地方获利起来在税后纯益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累计到前3季，它的获利已经到达了5.37元，那这是法人预估的获利数字，所以这个地方它达成率已经相对蛮高的，所以它今年有可能获利会超出法人的预期，这也是它股价往上涨最主要的原因。好，那我们看一下华兴技术面的分析哈，也就是说。华兴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不锈钢产业以外，因为它掌控它的原料，就是说镍生铁这个部分，所以让它在不锈钢整个获利的部分明显的做提升。那在电线传统的电线电缆这个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含有海缆，所以在风力发电的部分它有介入。还有我们刚刚有提过，2023年、24年的时候，它会投资上游原料冰镍，那这个是电动车电池上游原料所需要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不锈钢产业？还有电线电缆业，还有电动车这个地方，它这3个产业都是在对的趋势做一个发展，所以它的股价我们去看，从1990年这个地方，它走了1高、2高、3高。那在过去它以传统的电线电缆为主的时候，股价都是呈现一个什么？整理的格局，那这个地方是相对的历史高点。那我们有说过，突破高点的时候需要什么？关键 K 棒嘛。那关键 K 棒打出去以后，拉回，大家有没有看到？拉回它是不是守住了这个关键 K 棒的起涨原点？那接下去要怎么样？当然是继续往上攻啊，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了，这边3高，这边是3低，接下去就是走所谓的4高。那投资人最喜欢问我说，后面怎么走？后面怎么走？后面怎么走就要看这家公司的基本面，也就是说，华兴公司的获利，如果是按照他公司所规划的往正确的主流的产业发展的话，那它在4高的时候，股价就很容易呈现成功上涨 N 或者是正常上涨 N 这种向上的格局。
那如果说呢，经营阶层决策有失误，或者是说产品的推出不如预期或延迟的话，那就比较容易成为失败 N 或倒 N 型。所以说股价要怎么走，要配合基本面，但是它现在已经站在一个好的开始，它公司的营运方向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先以乐观，就是成功 N 跟正常上涨 N 这边盘涨做规划。那投资人只要跟着这个规划，然后去盯它速度的变化。那你说怎么盯呢 ，Judy？我不懂。那很简单，它攻击的时候目前都是很强势，只要它回档都有守住1/2的话，就可以持股续报。那它回档如果跌破1/2，代表怎么样？速度转变了，就可以去挑其他的45度股票，这样你的手上的股票永远都是相对强势的股票，就比较容易获利。如果说你听完这集非常有兴趣的话，不要忘了去我们的部落格看相关的文章。到了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星期再见喽，拜拜。